师傅，您可真是及时雨。那日要不是您突然降临，那我就……他就要收拾东西回扬州，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了。师傅，请受我一拜。哎，不必多礼。师傅，我还有一事想要问您。您是从前线边城来，冰燕姐姐的近况是否安好？冰燕她托我把这水晶燕送给你，却把原部区聘你的碧玉剑留了下来。她错嫁到荆州之后的近况嘛，便不言自明。如此甚好。歪打正着，各有其主，这就叫鱼配鱼，虾配虾。怎么不接着说了？这下一句是乌龟配王八。哎，你这小子！哎，师傅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闹，我跟你们二位说些正经事。好在是京城连战皆捷，再打好这最后一仗，便可以得胜回朝。只是现在前线药材奇缺，我这次赶回来就是来采购药材的。过几日我就要赶回京城去。前线的条件十分艰苦，不但这药材紧缺，而且居住的环境也十分恶劣。冰燕，一个扬州闺秀，女扮男装挨到今日，不但可以救死扶伤，而且还可以献计立功，实在是令人钦佩啊！真想见见他。师傅，您只需好好休息即可，这药材之事交给我办就好了。购药之事尤为重要，一定要小心行事啊！既是军情大事，定要小心谨慎。师傅，不如您把这清单给我，我这儿倒是有一家妥帖的药铺，老板人也好，药材也齐全，咱们可以去他家采买。好，我这就把清单给你。燕生，您手里拿的是买药清单，剩下需要办理之事，我都写在信中。你马上前往舒大娘的药铺，要寂静堂按照信中所说，火速办理。说好。哦，对了，你日后一定要多多留意，有没有人在后面跟着你。如果有人跟着，你就在街上瞎溜几圈，把他甩掉。哎，还有这个，这是师傅带回来的西域葡萄，你的嫂嫂偏要给你这个好妹妹留着尝尝鲜呢。燕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快来帮我！给我的。
敬堂兄会见，巫师归来，其身为戍边郎中，需为战士伤员筹买药材，此事事关重大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也是给我的。真香。开始吧。敬堂，哎，娘，你们俩这忙活什么呢？齐三公子让燕生送过来一封信，说是让咱们替他速备一批药材。要这么多啊？您看，这批药材是要送到边城给杀敌将士们用的。敬堂，哎，这药材是谁写的？不知道，听燕生说，好像是一位郎中写的。那你快问他，这个郎中叫什么名字啊？燕生，这封信是谁写的？哎呀，我又看不懂，你就告诉我这个药方是谁写的？啊？你这个混蛋！娘，你怎么了？娘，你说话呀，娘！敬堂，你知道刘若谦是谁？我的夫君，你的干爹呀！真的？但是，会不会是同名的呢？没错，就是他。燕生，你快带我找他去。秋枝，快走！哎，客官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这儿吗？舒大娘。哦，我师父他上街办事去了。舒大娘是找我师父有什么事吗？我。舒大娘，您是师父的？我是你师父的发妻。啊？三少爷，我问你，你师父的大名是不是叫刘若谦？是。河南洛阳人。是。今年41属猴的，对不对？是。哎呀，那没错，就是他。我们俩打小就认识，我父亲是开药店的，收了个孤儿徒弟，就是你师父。我们俩从小一直玩到大。哎，我知道这个叫青梅配竹马。我也不怕你们三位笑话，这也算是天生有缘。我8岁就看上他，
18岁就同他圆房，都到了这个年纪了，我还得踏破铁鞋东跑西颠，满世界去找他。哎，你们说，他算不算是个冤家？是，这师傅也不往家里去封信。他原来出去也是有出有归有信，这不他一出去2年，我等得心焦。你说年轻那会儿性格温和，这上了点岁数了，脾气就暴躁了些，我就狠狠斥责他为何不回家，这怎么家里就不如外边了？这不把人给吓跑了。这有的时候啊，越亲的人说出的话才更伤人。您到底说了什么话，把师傅吓跑了？就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你有种，就别踏进我舒家大门！这舒大娘言重嘛，也难怪师傅他不回去。可不是嘛，你说我当时说的时候也是无心的，这不是吵架了，这个床头吵了，床尾就和了嘛。谁想到一句话就把人给伤了？那大娘，您都知道是您错了，那道歉去不就行了吗？是啊是啊，我知道错在我，这不才满世界寻他吗？这不寻了许久，没想到他成你师傅了。哦，那师娘，请受徒儿一拜。快免礼，使不得使不得。哦，对了，师娘，这次师傅从京城回来置办药材，是为了办救治边城伤员们的大事，所以一切费用由我来承担。还请师娘先回药铺去，和庆堂兄弟一起备好药材。我保证，师傅回来之后，定能与师娘团圆。好好。燕生，你先回京邮局等师傅回来，回来之后立马带来见我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那徒儿就不远送了。哎，这舒大娘还真是个泼辣直爽的性格呀。李小姐，你日后不会成个李大娘吧？那倒是不会，我呀，只会变成一只大老虎，然后把你吃掉。哦，那我这齐三少爷还真是可怜啊，要被个虎儿叼走了。那你就来吧。哦，燕生，找我有事。啊，好，走，好，走。什么事这么着急啊？哎，师傅，玉湖姑娘，天磊，什么事？师傅，你可算回来了。这药店老板啊，亲自上门备药，说缺了2种药，想用另外的2种代替。我们想等着您回来，让您来做裁断。哦，这是哪2味药材？缺了呀，缺了那个熟地啊、当归啊之类的。当归？这当归是最常见的药材，怎么会少？他说是有当归的。哦，啊，对，当归。哦，师傅，你有所不知，这药店老板呢是我们家的至亲，为人爽直，急公好义。他一听说啊是给边城将士们的急需之药，便把生意都停了，与儿子一起将药备好，分文不收呢。这生意人能有此等心怀，实属不易。我这就去一趟。好，叶生，快带师傅去。
静堂啊，哎，娘，他们怎么还不来啊？哎，娘，你就放心吧，准备了这么多药呢，干爹肯定会来的啊。啊，哎，静堂，我刚才跟你说的话，你可全部都记住了啊。哎呀，娘，您就放心吧，今天啊，我一定让您和干爹团圆。哎，好好好，来了，干娘这次可全靠你了。知道了。哎，燕生，悬壶济世。您就是来自边城的刘先生。啊，在下刘若谦。我叫季敬堂，是这家店的伙计。哦，你家店主呢？啊，店主方才一直在这等候您，但实在不巧，他因为一点急事被请了出去。您稍等片刻，他马上回来。好。你先忙。我先忙。刚刚是什么声音？你们家不会有老鼠吧？你才是老鼠。对了，先生，听说您是河南洛阳人。是。我们家老板也是洛阳人，据他说，他是您儿时的玩伴。哦，你家老板尊姓大名？他姓佘，叫佘宇。姓佘啊，还真是记不起来了呢。想不起来，就给我好好想想。快去忙吧。哎，你练字几年了？啊，4年了。触笔灵秀，后生可畏。你家老板怎么还没回来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？哎，确实。哎，不瞒您说呀，昨天还起冲突了。什么冲突？哎，昨夜老板跟老板娘吵架，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是你一句我一句，两个人互相都上了火头。我们老板娘呢也是个倔脾气，老板呢又说了一些火上添油的话，这下糟了。于是呢，老板娘就摔门而出，老板呢也就急了，但是他怕耽误您的大事，所以说咬着牙帮你准备了这批货，于是才匆匆的去找老板娘的。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不回来就不回来呗，何必去找呢？你还小，你懂什么？虽然说夫妻之间没有隔夜的仇，但是又说了过头的话。他不去找，另外一个又怎么下台阶呢？没良心的！我给你台阶，你下吗？哦，对了，老板临走之前给了我一件东西，说只要将它交给你，就知道有当归了。当归。你家老板到底是谁？佘宇，佘宇，
叔爷。若谦，我找的好苦啊！你这段时间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呀你？孩儿敬堂，拜见干爹。啊，免礼免礼。干爹，你看这葡萄是你从边城带回来的，几经周转，还是送到了娘手里。若谦，我决定了，以后啊，你上哪儿我上哪儿，咱俩再也不分开了。秀媛，你放心，后天我把药材送到边城，很快就回来了。后天？你一天都不能多待？主要是前线呢，还有很多伤员等着我去救治。你不放心这个，不放心那个，你怎么那么放心我呀？你去悬壶济世，我不反对，但你也不能把我丢在一旁不管不顾呀。你呀，刚好了那么一小会儿，就开始唠唠叨叨，没完没了啊！我唠叨，还不是因为挂念你吗？我知道你是在乎我。快点，快走！帮我看一下，住点。怎么样了？哎，杜宾，止血药还有没有了？止血药都用完了啊！这可怎么办？不马上止血的话，这位将士的命可就难保了。我想到了，我师父之前指着山上的黄杨草跟我说，此草虽有一定毒性，但是关键时刻可以救人性命。此时此刻的黄草就是救命的良药啊！我马上士兵去采。不用了，我认得，我去吧。好，哎，你小心点儿，快压住！我找到了，啊，找到了！好，
好，终于找到了。这附近一定还有，我们分头去找。好，好。怎么了，杜医生？杜医生，杜医生！兄弟，忍住，有了这个就有救了，就有救了。多亏了杜医师，连夜上山采的呀。先生，听说多斌受伤了，怎么搞的？哎呀，为了抢救伤员，他连夜上山采药，给摔伤了，严不严重？哦，幸亏是外伤，皮肉受点苦。不过这孩子是真倔呀，硬是不让人碰，他自己回去包扎了。来了。杜斌。杜斌，怎么样了？评委，还疼吗？我都好多了。你也真是的，半夜私自上山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，让我陪你一起啊？来不及了，救人要紧啊！行吧，哎，跟你说个好消息，入虎学探敌情的那个小兄弟得救了。真的？当然了，这也多亏了你，及时上山采药，又立了一大功啊。这仗是大家打的，人也是大家救的，什么功不功的？反正你就是功不可没，我要找大哥帮你请功。嘿嘿，干嘛？大哥来了，还有人跟我请功呢。对，大队人马还在外面呢，快去。是，德斌，那我先走了。啊。来，先坐下。哪受伤了？给我看看。没事。给我看看。还疼吗？你上山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？昨晚情况紧急，救人要紧吗？让你受苦了，但真没想到，你居然还是扬州的富家小姐。其实，离开扬州，换个环境也挺好的。自从我来了军营，我才知道，这个世界有这么大，我能做的事情有这么多。现在，我都没有刚来的时候那么想家了。你一个女儿家，漂泊在外，思乡心切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冰燕，我想先送你回将军府。不，那我会被闷死的。那我先派人把你送回扬州。也不要，这边城胜利在望，我要和你一同凯旋南下。但你一个女儿家在军营里，女扮男装太不方便了。这倒是，我在军营中确实是有诸多不便。这样，明年我把军营里的告示牌给撤了。万万不可！你皇命在身，重任在肩，就不必为我多操心了。我呢，会趁着养伤之机，好好的想个主意的。
好吧，但你以后必须在我的视线范围内。兄弟们，我们入驻边城，与敌交战，屡战屡胜。一靠兄弟们勇猛善战，二靠本军纪律严明。军纪第6条规定，女子不得擅入军营。可是最近，竟有大胆女子混入军营。大哥，咱这没什么女子。这个女子不是别人，正是本将从扬州娶到荆州的新夫人。带上来。杜宾，大哥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别怕。杜宾，按照军规，女子私入军营，斩！且慢！如此处置，我觉得不妥。为何不妥？她既然是将军夫人，那便不是混入军营的闲杂女子。况且，自从她入军营以来，献巧计，救伤员。大哥，就连你身上的剑伤都是人家日夜操劳、精心呵护之后才照顾好的。你这样二话不说就把人家给……反正我觉得不公平。对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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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国有国法，军有军规，不依规矩，难成方圆。她虽然是我尚未谋面的夫人，可她犯了我制定的军规，我袁不屈，赏罚分明。将军，您就饶了杜军医吧。对啊，将军，您就饶了杜军医吧。本将军的夫人犯了军规，本将军难辞其咎，纵容亲眷之罪，也该罚。来人，袁不屈，军棍100。将军不可。你是我的夫人，我们本就是一体，我怎么能让你独自承受？打！将军，动手！得罪了将军。春风绵绵，拂一叶扁舟轻轻。雨打芭蕉，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声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奔月明。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是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语，不负人间一步后情。
将军，老朽乃义军之军师，最是遵守军纪。且听老朽一言：当年三国曹丞相有马踏青苗必须斩首之禁令，可偏偏又是丞相的马匹践踏了青苗。为了严守军纪，丞相要自刎谢罪。如果不执法，丞相又不允。后来，众军师请命，要丞相割发代首，以示谢罪。对，割发代首。不知者无罪。将军的牵连之责已然执行，此事就罢了。将军无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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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，好，今日我就效仿三国曹孟德。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身情，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半月明，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。真没想到，将军夫人既是诸葛之侄，一骑凉风，妥善亮出了自己的身份，还让嫔妃擦亮了双眼，认下你这个嫂嫂。有得亦有失，你看我这长发，不就被你无情的削去了？春风绵绵拂一叶扁舟轻轻，雨打芭蕉不及耳边的叮咛。一座城，一身情，这是一曲相思锁一心。梦里桃花片片散落半月明，夜雨伴随扬州行，一人撑伞两肩并，花瓣飘零，是你满天深情。夜雨无声人有情，不负真心不负雨，不负人间
竹山尽相依。夜雨柔柔人犹疑，一愿作对须惋惜。郎情妾意，此情不移。若谦，我给你收拾的差不多了，你过来看看还缺什么？秀媛，让你费心了。什么话？啊，对了，你等着。来试试，这是我给你新做的。这得花费不少的银两吧？这算什么呀？这2年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自己也不知道置办2身新衣服，看着让人心疼。转2圈看看。确定是2圈？嗯。1圈，2圈。还不错嘛。秀媛，我都懂。若谦，我有个事儿想和你商量。你说。但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听。都老夫老妻的了，有什么愿意听不愿意听的？哎，我说你一个性格直率之人，怎么也变得扭捏起来了？你说，我们俩也快3年未见了吧？这才团聚了2天，你明天又要走。哎，等这仗一打胜，我立刻回来。可是你去那么老远的地方，又是疆场，我不放心。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有什么不放心的呀？哎呦，我不放心就是不放心。说吧，你到底想做什么呀？你带我也去吧。不行。怎么就不行了？这路上多一个伴，他怎么就不行啊？路途遥远，而且军中环境十分的恶劣，我是怕你受苦啊。我不怕。哎，袁将军他还颁布了一条军规，不得任何女子步入军营，否则格杀勿论。那你徒弟不是女的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她是女扮男装。那我也女扮男装。不行，反正我说过，不行就是不行。现在已经有一个了，你再去不是添乱吗？秀云，秀云，其实能和你再次相见，我就已经别无所求了。别无所求还乱跑？我那不是乱跑，我去边城，把那大事有头有尾的做完，你就在家安安心心的等我回来，好吗？爹娘，齐，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啊！说吧，什么事？齐三公子来了。行，我们知道了。
得知师傅明日就要启程，徒儿特地前来倾听教诲。其实别的也没什么，只是那人阴险狡诈。你和玉壶虽然多次挫败他的阴谋诡计，但也不可总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埋，迫于招架。应该让你的祖母早日看清他的阴险嘴脸。师父言之有理，不过此人在祈福蛊惑人心已久，奶奶对他深信不疑，恐怕这逆耳之言听不进去啊。师父，徒儿突然想到一计，我想让奶奶尽快知晓柯世昭在寂静堂父母身上犯下的恶行，怎么样？好计，天磊，我走了之后便可施此计。敬堂感念公子能出此计谋，恳请三公子早日为我九泉之下的父母报仇伸冤。敬堂兄弟，此仇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但一定会有那一天的。多谢三公子，快请起，不必多礼了。师父，那你明日启程一定要小心谨慎，我和玉壶就先回去了。师父，一定要多保重。好，保重。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干爹干娘早点休息，我便先走了。你也早点休息。故弄玄虚，你怎么认出我的？你化成灰啊，我也认得出来。不好玩，本来人家就是想让你试试我的功夫长进了没，这么早把人认出来，没意思。我早就知道你一直跟着我呢。怎么，真的要跟我一起去边城呢？那当然了。我从不说二话。可人家军营中有规定，不许女子入内。那我不住军营，我们到军营旁边找个房子住。那是军营，旁边哪有房子呀？反正我不管，你上哪我就上哪。我是真拿你没办法呀。你答应我去啦？天磊，你怎么魂不守舍的？想什么呢？虽然师父也赞同我们的计策，用这个方法，不仅可以让奶奶知道寂静堂一家被陷害之事，也能让她知道柯世昭的真实为人。那有什么好顾虑的？但是揭穿此人，
又谈何容易呢？你是怕奶奶不相信你？奶奶自然是更相信他了。为什么呀？奶奶年轻时喜欢养兔子，最宠爱的那一只脖子前有一撮红毛，后来得病死掉了，奶奶伤心不已。偏巧，远在江浙的姑母足月生辰，诞下一名男孩，这名男孩的脖子前竟然也有一块红色胎记。奶奶听闻之后，便以为是玉兔转世，亲自前往江州查探，之后便倍加宠爱。此人就是与我大哥同年生辰的柯世昭。竟然有如此巧合之事。这个柯世昭极会笼络人心，整个齐府上上下下，除了我母亲、雅妹之外，所有人都认为他好。你觉得，要是我们没有掌握他的铁证，奶奶会相信我们说的话吗？有道理。所以此计还需周密行事，最好是能够支开柯世昭，单独向奶奶汇报，免得节外生枝。唉，要是他不在府上就好了。对呀，奶奶一直想收回一家外地的商铺，我可以在奶奶耳边吹吹风，让她派柯世昭去速速督办此事。就这么办。柯少爷，听说你要出门啊？老太君吩咐的事，不得不去。不过听老太君的口风，此事似乎是三少爷提出来的，才让我去收了那商行。这三少爷一向不过问生意上的事情，这次都是怎么了？还有那个三少奶奶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搞不好这一次就是他们二人的诡计。小巧，我此次出门在外，府里的上上下下，你要好好留点心。老太君来了。小巧啊，你身为老太君身边的人，我都记得清清楚楚，你怎会忘了？老太君曾多次说过，人前爱争长与短，人后必然话是非。你以后所有不顺心的事，一定只可以跟老太君讲，不可以人前人后的乱讲，记住没有？是，柯少爷，我知道了。还有啊，哎呀，你走吧。还有啊，我走之后，这府里的上上下下一定要多留点人盯着，还有三少爷那边也要留点心。你看，轿子已经备好了。少爷，您的包袱。来，起轿，走了。天磊啊，找奶奶有什么事吗？奶奶，最近咱们这儿来了一个戏班，叫鸾喜班，他们演的剧目，我们连听都没听说过呢。现在已经唱红了整个林州城。行吧，那就把这个戏班请到齐府来，为齐府的老老少少专门演上一场，可好？行。
为老爹娘在此休息片刻，待去早晚随来。好。哎，天高望地远啊！有缘父此生啊！你们逃得出江东，却逃不出我的手掌。哎呀，周公子啊，你为何就少不了我们呢？阴曹地府，讲理去吧！上。可怜的见爹娘。哎呀，好了，奶奶，您别哭了，这哭坏了身子可不好。奶奶，您觉得这出戏如何？这个戏是不错，就是太苦了点儿。哎，这个戏叫什么来着？叫《丁郎恩仇记》。那个演丁郎的小生啊，唱功不错，做工也不错。奶奶，您有所不知，这位丁郎可是确有其人，这出戏也是真的。哦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丁郎是我朋友的一位亲戚，现在就住在我朋友家里。哎呀，这可怜的丁郎啊！奶奶，您想不想见见这个丁郎？也好，改天你把他带到齐府来，咱们好生的安抚安抚。好，那我明日便去请他来。奶奶，那你就不能伤心了。好。奶奶，我新寻得了好茶，一会儿让小巧姐跟着小喜去取。小巧姐烹茶的手艺，您是最满意了。等泡好茶，给您好好尝尝。好，行。小巧姐，随我来吧。那茶呀，可香可香了。是吗？您肯定会喜欢的。奶奶，见过老太君。起来，不必拘礼。起来，快起来。你就是戏文中的丁郎。老太君，丁郎是戏中人的名字，小生姓纪，叫敬堂。听你的口音，不像是本地人吧？我是江州人。江州人，人长得不错，名字也好听。就是你的命太苦了。昨天那戏看的呀，惹得我这个老太婆直落泪呢。
你的爹娘死得也太惨了。老太君，他们杀害我爹娘的手段，比戏中的还要残忍。别难过，别难过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问问你，为什么不把真实的情况写到戏里，让大家都知道呢？戏班班主怕惹祸，只能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。况且我爹的冤屈，也不是一场戏可以说明的。戏说不明白，嘴能说明白吧？老太君，那戏里的周世彪是借刀杀人，可那江州的周世彪是用毒计害人，心狠，手更辣。他们为什么要缠着你家呢？江州城东有一恶霸，恶贯满盈，坏事做尽，而他的儿子周世彪，跟他比起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人称玉面郎君。我们家在城西经营着一家药馆，本来与他们周家毫无瓜葛，可万万没想到，还是被那恶人盯上了。那他们有何图谋？他们看上了我们季家的药馆，那是块生意兴隆的风水宝地。起初，只是派人出价收购，我爹爹一口回绝了。后来他心有不甘，便想出了一条丧尽天良的毒计。毒计？什么毒计？奶奶，您先别急，听他慢慢说。好，你慢慢说。那恶人周世彪一心想要我家的地，但是又不能从城东到城西去强抢，于是便挖空心思的陷害我家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在江州的大街上东游西逛，看到了一对乞丐母子坐在街头乞讨，心中突然冒出一个毒计。他别有用心地走到乞丐母子面前，说这乞丐母子的样貌像是他家一个什么远亲。一番花言巧语之后，周世彪让人把这个乞丐骗回家中，大吃大喝，让这个乞丐吃得好穿得好，犹如平地升天。如此，他也就乐得跟在周世彪身后收租讨债，狐假虎威，当了一个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的甩手公子。这个乞丐在周世彪家中一住就是半年。有一天，这个乞丐公子偶然得了小病，周世彪便请了个郎中给乞丐把脉瞧病，开了药方。乞丐公子便拿着这张药方到我家的药店去抓药。为人朴实的爹爹，万万也没有想到其中有鬼。他按照药方抓了药，给了这个乞丐公子。公子，你拿好。谢谢少爷。之后，周世彪又派人偷偷将真药换成了毒药。乞丐公子喝下去之后，顿时七窍流血，一命呜呼。贩卖假药，谋财害命，给我见官！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季家药铺销卖的都是货真价实的药。快走！周世彪让他的手下抬着乞丐公子的尸体到我家店门口大吵大闹。爹爹和他们理论，可是这帮恶奴蛮不讲理，硬说爹抓错了药，害死了乞丐公子。他们不由分说地把爹拖进了衙门。收了周世彪贿赂的县官，用酷刑逼我爹爹招供。可怜的爹爹，蒙冤寒屈，惨死狱中。这个恶人丧尽天良，用无辜乞丐的性命嫁祸你家药铺，谋财害命。你刚才所说，都是从哪儿听来的？当年敬堂想去官府报官，却被那周世彪买通的狗官赶了出来。恰巧在门口遇到了那位乞丐老太，乞丐老太也觉得他的儿子死得有蹊跷，便去质问周世彪。
这周世彪便派人在他的吃食里下毒。幸亏有个心善的小丫鬟提醒了他。老太知道周世彪要赶尽杀绝之后，便连夜逃走了。可这周世彪心狠手辣，竟派了许多人去追杀老太。老太受了重伤，眼睛也瞎掉了。他心有不甘，想去报官。途中我遇到了他，我带着他一路逃离江州，却不曾想，这周世彪派人连夜追赶我们。混乱之中，我与那老太走散。唉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敬堂，你今日来，就算是我们有缘。这样，我送你一些银两，祝你日后去寻找那证人瞎眼老太，再去状告周世彪。若是我说出那周世彪的真实姓名，奶奶，这戏中的丁郎实是季敬堂，不过这戏中的周世彪嘛，是谁？禀告老太君，那戏中的周世彪不是别人，正是来自江州的柯世昭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我是江州季家药馆掌柜之子季敬堂。那柯世昭害得我家破人亡，请老太君替我做主。我说的话句句属实。这是我爹临死之前亲手写的，连狱中的狱卒都动了恻隐之心，才将它转交给我。敬堂报官无门，又与老太走失，丢了人证。听闻齐老太君您有仁爱之心，又慈善公正，定不能让那柯世昭毁了您齐家的名声啊！于是我才斗胆来见您，求你给我个公正。原来他是来告世昭状的。既然这个案子他官府都管不了，又没有证人，我一个商户老太太更不方便插手。再说了，你刚才所说的也只是一面之词。天磊，在，你去取些银两送给他，让他好好回家。是。敬堂感谢您的善爱，但敬堂不为银两，只求替我父母还个公道。祝老太君福寿康宁，敬堂就先告辞了。我去送送他。天磊，
你是怎么认识那孩子的？有一天，他在咱们齐府大门口吵嚷，说着要见你，让你替他做主，结果引来了王胡子等人，将他暴打一顿。我与冰燕只好路过，将他救下。世昭在吗？他不在。那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？孙儿想，毕竟此事牵扯3条人命，又与柯表兄有关，不能只听信一面之词便妄言相信，还想等着查实之后再说也不迟。天雷啊，寂静堂的事情你不要再管了。世昭现在是在替我办事，办的都是我们齐家的大事。如果让他牵扯到官司，那受损的可就是我们齐家了。奶奶，这寂静堂家的冤情早晚都会真相大白。但是咱们齐府的大事，您还是尽快收回自己手中比较好。奶奶，这传说不可能空穴来风。这江州，我看也是个多事之地，会不会是因为柯表兄常驻江州，沾染了一些江州不好的风气，把厄运带给了咱们齐家呢？你不要胡说。孙儿没有胡说。若是咱们齐府没有厄运，为什么我的大哥会不明不白的一觉睡死？又为什么我的二哥会莫名其妙的被毒蛇咬死？为什么我的燕氏小妹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哑巴？为什么齐府上上下下会说我齐三公子活不过25岁呢？天雷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奶奶，孙儿不是要吓唬你，是咱们齐府当真有邪气啊！你不要再说了。快走2步。少爷辛苦了。快点，少爷请。把药拿到后面去。少爷您慢点啊。柯少爷。柯少爷，你总算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你先把东西拿进去。哎，快，小跑2步，来，快点。去。小巧。你来和我说说，我不在府中这几日，这府里都发生什么事了？那3少爷和3少奶奶给老太君请了戏班子来演戏。后来呢？第2天，我本陪在老太君身边，却被3少奶奶支开去烹茶。回来的时候，3少爷带着个少年在与老太君说话，老太君满脸不悦。小巧，你可有看清？这少年长何模样？被3少奶奶带着匆匆的走了，我站得又远，看不清楚。反正17、18岁，人挺精干的，块头不大，白白净净的，看穿戴倒像是外地来的。小巧啊，你为什么不好好盯着他们呀？我怕被3少奶奶看见，她鬼着呢。打死他！对了，那人就是那天门口挨打那小子。又是他。小巧，你告诉我，你可知他向老太君说了些什么？外祖母，世昭拜见外祖母。世昭，
你回来了啊，回来了。来，把东西放过去。哎，外祖母，外祖母，您看看，这些都是我精心挑选给您带的礼物。又带了这么多东西。外祖母，您慢点儿。你每次归来，都给我带这么多的东西。唉，我一个老太婆，能吃多少，能用多少啊？以后啊，就别花这个钱了。外祖母，这些事您不必介怀，以后啊，世招都听您的便是了。还有，各方亲戚，不要再送什么土特产。今天呢，这2罐茶叶我收下，其他的你帮我送到江州